村中最帅的肌肉猛男，他不带任何工具进入丛林，挑战着最原始的野外生存方式。只凭2块石头，他打造出自己的石府，并借助大自然的馈赠，建立起自己的荒野栖息地。猛男从水中挑选了几块坚硬的石头，拿到旁边坐了下来，就开始对他左手拿着的那块石头进行加工。他右手拿着一条长长的石头，敲击着左手那块石头，对它表面进行简单的处理。但还没敲多久，右手那块石头就被敲断掉。他从身后抓起更大的一块石头，继续着工作。他的右手高举起石块，砸向左手的目标，身体的每一寸肌肉都在这肆意的力量之下颤抖着。这无疑是一场简单而粗暴的美学展示。当他用水中的石块磨制石斧头时，他的上半身肌肉更加鼓胀，显得雄壮异常。他用力地搓着石块，将其打磨得锋利无比。这个古老的工具即将诞生，他把水上的石块磨得洁白如雪。猛男开始用同样的方式制作备用的石斧刀片。这个小巧的家伙很快就准备好了。他走回河边，简单地清洗了一下自己，然后走进树林，计划为石斧做一个坚实的木柄。在树林中，他仔细地观察了几棵树木，最终选择了一棵相对干燥而修长的树作为材料。他拿起刚刚磨好的锋利刀片，对准树干，发起了一记有力的一击。虽然没有工具的辅助，但是凭借他强健的体魄和坚定的决心，这棵树毫无悬念地被他击倒了。他直接跳上去，拽下了树干，然后将树枝锯短，为制作长柄做好准备。猛男走到树的另一边，把树头长的树枝看了下来，再将中间那部分扛在肩上走回去，放在地上，然后用大块的石头把树皮敲开，然后将树皮取下来，在上面做了一个记号后，再次来到树丛中，往一个身材更苗条的树枝砍，直到这个树掉下来，然后他又将另一头砍掉，把跟手臂差不多长的木棒带回来。猛男撸了撸裤子蹲下来，他开始制作木柄，右手拿起刚刚砍下来的木棒，对左手的石刀往刚刚定位的位置敲打着，慢慢的将定位的地方敲出一个长方形的洞，然后他用石斧头检查了一遍，确保一切完美无缺。猛男确认没问题后，将木棍拿到火炭边，挑了火炭放进木头的洞里，对着里面大口大口吹气。完了就将炭倒了出来，再用石刀将洞戳通了，然后将大的石刀锤进洞中。紧接着他开始了最关键的时刻，他拿起石斧头，用它来砍伐一棵树木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仅仅5下，树木就被砍断了。这新制作的石斧头表现出色，猛男满意的将它拿起扛起就走了。昨夜太过于匆忙，没有来得及搭建营地，他只好挨了一晚上蚊子叮咬。所以在第2天的早晨，他一清早就带着装备来到树林，寻找适合建造栖息地的木材。怪不得以前的生产效率那么低，做一个石斧都用了1天的时间。猛男马上找到了目标，迅速砍倒了一根细长的树木，放在一旁，然后又去找了一根稍大的。他没有停歇，因为对于木材的需求远远没有结束。蚊虫的叮咬让他感到不耐烦，但他不得不继续。他将砍下的树木背回工作区，然后用石斧将它们切成2半。他的操作非常有条不紊，一步步来，从容不迫。猛男接着着手建造房屋骨架，他迅速准备好木杆，为房子的主要结构打下了基础。看似粗糙的工作也需要技巧和计划。这个巨汉不仅仅是肌肉的化身，他还展示了他的编织技巧。他背着自己亲手编织的竹篮前去采摘树叶，这种细致巧妙的工作也在他的技能范围内。他将树叶一个个穿在细细的树枝上，然后将成品逐层覆盖在房屋顶部。
这种环保而绿色的建材真是与大自然完美融合。一天过去了，天色渐晚，猛男明白再继续也无济于事。他从周围采摘了一些干燥的树叶，然后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钻木取火，点燃了篝火。他不厌其烦地吹着火苗，直到它猛烈燃烧。完成后，他回到自己的房子，铺好树叶，躺下休息。今晚他不必再担心抱着石斧头入睡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肌肉不仅仅用来展示，而是用来创造。这位村庄里的猛男不仅具备令人嫉妒的体魄，还有着出色的技能和坚韧不拔的决心。他的生存方式虽然原始，但却充满了智慧和创造力。他从大自然汲取灵感，将简单的元素转化为有用的工具和住所。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段生存经历，更是对生活方式的反思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常常依赖于高科技和便捷的生活方式，但有时我们也应该回归到最基本的生存技能。这位肌肉猛男向我们展示了，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，只要拥有坚强的意志和创造力，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，生存下来。他的故事也提醒我们，大自然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之一，我们应该尊重和保护它。这位猛男用大自然的赐予建造了自己的家园，这是一种极具环保意识的生活方式，也是对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思。最后，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，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潜力，使我们变得更强大。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，只要拥有勇气和决心，我们都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创造更好的生活。这位肌肉猛男用自己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坚韧和力量。